脚开。在中双手的突井。这场比赛应该没有办法站起来了。他是中国搏击有史以来智商最高的选手，管你是世界第一还是强兵强将，全都是一脚爆头 KO 的下场，几乎撑不过一个回合。他就是现羽量级世界第一邱建良，职业生涯丰富的能够拍成一部电影。邱建良的每一场比赛都竭尽全力，观众看他的比赛也都非常放心，总能给大家带来惊喜。神龙摆尾是他的成名绝技，一旦命中对手非死即伤。今天给大家带来2场邱建良的成名战。首先，坦克邱建良的对手是泰国的国宝级选手肯姆，这位对手可不是什么小虾米，年少成名，为人豪横，当时同级别选手中没人是他的对手。更恐怖的是，3年时间里对华保持不败。邱建良这场比赛势必要扬我国威。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邱建良围绕对手来回虚晃步伐，对手率先低扫进攻，邱建良立即还击，随即2人开始激烈的换腿。出战当时是邱建良干掉了赛格东。那么其实从那个时候，肯姆就一直希望能跟邱建良有一场对攻。是这场比赛呢是来的稍微比往年晚了一些啊。是。那么本场比赛呢，邱建良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阳的 CEO，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振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2人上来节奏还是很快的。此时邱建良还没有登顶羽量级世界第一，但是邱建良实力已经是顶尖的，面对国宝级选手也是丝毫不惧，整个人的状态很好。因为这场比赛非常重要，这关乎着邱建良能不能稳稳拿下世界第2，更想为中国的搏击界证明。局势上来看，对手进攻的欲望更强一点，他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了给自己的好兄弟报仇。大家非常喜欢，除了这个坦克的这种武士打法之外啊，更多的人他在场上是一个非常会用脑子打拳的这样一个选手。作为 Kim， 我们看到这个 Kim 的技巧呢，一直都是这种出世无华的这种技巧，但是非常的有效率。他曾经赢过花招拳王单猜、铁狗肖沙狗，而且这样还胜到在我们的荣耀比赛中呢胜了小虎，还赢过这个。对方是正经的纯泰拳选手，邱建良还是延续以往的风格，在距离上移动还是很灵活的，近身之后也是慢慢的打击对手，一有机会就是近身连续的组合拳打击，并且打完就赶紧拉扯，在距离上的控制非常到位。邱建良的比赛还真是百看不厌，对，都没有遇上。对，肯姆一直从2014年就想要跟邱建良打这一场，其实等到了2016年，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的一个多年心愿达成的这样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跳跃打斧打到了。然后咱们的比赛中呢，一位双手的突顶。邱建良直接一记转身摆尾，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已经躺在地上了，表情显得非常痛苦，可见邱建良转身鞭腿的杀伤力有多强。对手这样子应该是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最终裁判读秒结束，对手依旧没有反应，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不得不说，这情景也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邱建良有这样的绝杀实力。不败的记录，我们想到了有可能邱建良。其实在这一个回身的踢腿之前，邱建良的一个左勾拳的击腹就已经这个重创肯姆，已经岔气了，然后紧接着就一个回身的摆腿，还打在同一个位置上。恭喜邱建良 KO 对手，赢下比赛胜利，成功晋级世界第2，为中国搏击界证明。接下来邱建良对战的是德国的肯姆罗宾，跟泰国的国宝级肯姆不一样，虽然名字多了2个字，但实力跟肯姆也是不相上下的。肯姆罗宾是德国的自由搏击冠军，邱建良会有怎样出色的表现？我们直接来看比赛。35岁在退役后能不能从事这个格斗相关的职业啊？自己认为现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风格还没有形成，不想形成明显的风格，怕对方针对自己，希望打得更加自然、更加自由一些。像我刚刚有提到，有些国外选手啊，他有他的工作，其实他是不得已的，因为在国外赛事很少，没错，像在国内一样，所以他必须要有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恰恰证明了他们对搏击的一个热爱、一个决心。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呢，一直对手上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整个人气势简直要溢出屏幕了。他就是想逼近邱建良的内围，而邱建良可是以灵活著称的，怎么可能让对手轻易近身？肯姆罗宾的身高臂展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好在邱建良且战且退，小碎步一定非常快。邱建良的迂回拉扯战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
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这个邱建良，绕着这个绳圈在移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战术，他会左移右移找机会。相对从这个维度来看呢，应该是对方比邱建良要大一圈，而且身高也比邱建良要大。对，都是以小博大啊。也就是说，邱建良在减重的时候呢，可能是对方的减重更成熟，对方。邱建良低扫腿进攻罗宾，等待对手近身的时候，直接就是手臂格挡组合拳还击，随即不慌不忙的往后拉扯，连招非常丝滑。邱建良的搏击风格非常鲜明，有自己独一份的特点。邱建良一路以来的搏击生涯非常艰难，能有今天的成就真是不容易，能成功都是有原因的。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ick 先打腹部再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种痕迹。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又是自由搏击风格非常的明显。然后罗宾也盯到了最后一击漂亮的低扫。罗宾刚刚有用膝盖去顶这个邱建良的低扫。我个人认为，其实罗宾的这个绝对力量，包括重击能力，应该是比邱建良要强一些。邱建良刺拳之后，又是连续的击负重拳，并且还是上下结合的打击，高边腿也非常精准。渐渐邱建良也是掌控场上局势，跳膝将对手逼退，随即衔接转身摆尾。邱建良的打击密度很强，对手一时间选择暂避锋芒，不跟邱建良硬碰硬。组进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啊！以拳法而言了，这个邱建良的发力比较成角了，比较漂亮。从里面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邱建良比上一回我们见到他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安德烈古拉宾对战我们的铁英华。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上回合邱建良打得非常积极主动，气势上压制对手，点数上也比对手高出不少。上回合对手的防守并不是很好，这回合明显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防守，毕竟也是感受到邱建良拳法的连贯性，还有腿法上的攻势。虽然邱建良的拳头并不能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但并不妨碍他拳法威胁性很强。作为坦克的邱建良，在今天的比赛里的这种碾压式的打击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建议你不要做太多的耍宝动作，因为在转身、旋风、横空这3种动作里面呢，你在实施动作的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的。对，等到对手没有战力的时候再来这一招对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击倒你，而且对方依然在蓄着能力。相对来说，对方的体能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就会飞得很远了啊。对方还想炫技呢，学邱建良的转身后摆，没想到翻车了。邱建良连续组合拳加上中扫，连续的攻势打下来，长时间下来一定要给对手很强的压迫感。这回合对手步伐上的移动明显加强了很多，邱建良还有频繁的高扫，直接上头，很是精彩。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将一直这样保持在最后一个。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有效打击，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如果他这样玩的话，就做膝击他也没有做啊。他报完就等裁判来这个高潮。就你看，就顶进去，然后就没有什么动作啊。邱建良的这个高位扫击很有特点他把那个上身后仰的非常严重，那力量贯穿不够罗宾现在又有点耍宝了，上回合被压制之后，觉得自己又行了，步伐上紧跟邱建良，但是近身之后并没有什么打击，邱建良还是精准打击，现在点数上占据上风。对手的比赛经验很丰富，就是拳坛上的老狐狸，不能被对手障眼法所迷惑。邱建良的防守一直很严谨，遇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是力度跟速度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力度上是赶不上邱建良的，差很多差非常的多，没错这样可看性就不足了。低高，这个高扫这个还要再修正一下后仰的太严重了，这个力量就没有了。对，一个柔韧性。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邱建良开始发力，最后一回合的时间，邱建良还是想找机会将对手直接 KO。罗宾明显也开始重视起来，直接跟邱建良正面硬刚。
不过对手的下盘并不是很稳，已经多次因为这个原因摔倒在地了。这也反映出来，罗宾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是奔着 KO 邱建良去的。罗宾的这个打击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在割这个科姆罗宾的肉一样，往向那个高峰在冲刺。他过去了，他曾经讲了，谢谢。这个太可惜了，高扫都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科姆罗宾呢，目前为止如果还要保证这个限制频率，这招好，非常漂亮的动作，用脚跟对了，太有策略了。这一脚下去，对手直接陷入到了昏迷。裁判见此情景，也是直接挥手终止了比赛。邱建良的表现真是经典，转身摆尾很是精彩，抓住对手的漏洞，直接就是绝杀 KO。恭喜邱建良再一次 KO 对手，赢下比赛。大家觉得邱建良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再一次，邱建良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中国最强的67公斤级的比赛。快进行这个慢放，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看，就这一下，好。